什么完了？不许这么说。李好，上车。妈，我跟梁爽说几句话，再走不行吗？我现在郑重地告诉你，我和李好的父亲不赞成你们在一起，你们两个不合适。哎，云仙，你不要这么跟孩子们说话，让他们把话说完再走也来得及啊。你怎么又变卦了？你怎么想的？你们俩的事情，我们会考虑的。听你妈话，回去吧。李好，上车。妈，你这样太不公平了。公平？什么叫公平啊？难道由着你们发展就是公平吗？你这完全是不讲道理啊！我就不回家。要是再这么对梁爽的话，我就不回你们的家。李好，你今天走了就别想再回来。李好，回去吧，我没事了。走吧。李好，你还没结婚你就不要母亲了，你。你跟孩子们生什么气呀？好好说不就行了吗？哎，走吧走吧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跟你妈说话呢？她毕竟是你妈啊。我妈又怎么了？我妈就可以随便的不尊重别人，然后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。先别着急，说不定她不是那个意思呢。不是那个意思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哎，算了，懒得去想了。要不你跟我回去找吕程玩游戏去。啊？我就不去了。你也知道，我对游戏不感兴趣。你们玩吧。那好吧，那我看干脆就送你回家吧。不用，你刚出院，别累着，我自己打车就行了。好。冷吗？不冷。那你到家给我打电话。好。小心点。上车吧。拜拜。这么说，他妈是公开反对你们俩在一起？啊，你来了。应该是吧。闹到他都生病住院了，还不是我倒霉吗？我还要服侍他。拜托，不要再问我这个问题了，好不好？我现在真的很烦了。不要再问到底是爱你还是爱我妈这个问题了，好不好？行不行啊？好了，忘了说了，最初挂了。心就死了，
有追求，苦中无法错了。到家了没，宝贝？是知音还是过客？没有掌声，但请给我自由。狂妄的话，谁没说过？爱上的歌，继续等待解脱。干嘛呢你？出来打游戏啊？在电话里谈什么恋爱啊？沉默的爱又能与谁交流？担心梁爽啊？你别等他打电话给你啊，你可以主动给他打电话，别硬撑着。他关机了。一天天的守候，一夜夜的愧疚，一次次的颤抖，一点点的收获，一遍遍的怒吼，一寸寸的突破，幸运的我没有白活。我们回去吧。怎么着？回家呀？走吧。回家。行吧。梁爽啊，你给我的样稿文图不符啊！金总，不好意思啊。我搞错了。哎，梁爽啊，我觉得你怎么最近不在状态啊？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没有啊。我还不了解你啊！如果没有事儿的话，你是不会出任何问题的。是不是傅一平走了，李好来了？啊，这我也都看在眼里。说心里话，我们也算你娘家人了。哎，李好这人不错，你们俩能在一起，我真高兴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可没别的意思啊，这么多年相处，就是想帮帮你。哎，是不是闹别扭了？你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啊？都不是。哎，那肯定是双方父母不同意了啊。哎，要我说啊，你妈要是那么固执的话，这事儿很难解决的。是啊，那你现在就把梁爽和欧乐乐约到我这儿来，干嘛？共商婚姻大事啊。那不管你妈同意不同意了？要是等到我妈同意的话，梁爽得弄个半残了吧？你说你妈当时要有那劲儿，怎么就不能使在艾小芳身上呢？不就是一物降一物？我妈就是那种欺软怕硬的人。哎，你说，当初要是我选了梁爽，你选了欧乐乐，估计什么事儿都没了，早就终成眷属了吧？臭美吧你！要是真的，如果是欧乐乐的话，我想现在受罪的一定是我妈，绝对不会是欧乐乐。哎，乐乐肯定能治你妈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回去你得给我做一些好吃的，犒劳犒劳我这个身心受创的人。哎，来，你以为我没给你做吃的呀？我按照梁爽的滋补思路，我给你做了红烧排骨、清炖羊排，都在冰箱里冻着呢。等你伤好了以后啊，你打开冰箱就敞开吃，我撑死你。那为什么我在医院的时候你不给我做呢？大哥，你整天怕死怕得要命的躺在床上，什么补品你都吃不了，对吧？哎呀，就医院的饭挺好的。算你狠！你真够狠的呀你！梁爽，我跟你说啊，俗话说得好，这丑媳妇儿总得见公婆。
还有啊，这事儿别人帮不了你，就得靠你自己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觉得对自己好像突然缺乏自信了。再说了，好事多磨，像你们俩这事儿，且磨着呢啊。那为什么呀？难道您的恋爱也是这么难吗？嗨，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的老家在乡下，我在大学的时候就谈恋爱了，毕业以后呢就留在了通城，而且啊，我们俩呢为了省租房子钱，就过到一起了，没跟家里人说，就结婚了。他的父母如果也这么大度就好。哎，金总，你还没吃饭吧？一起啊！好，我请你，今天我一定得请你。别，我请你，把您的私房钱先留着吧。嗨，不用私房钱，公款啊，安抚本社员工，这是我应该做的啊。好，公款。哎，咱可就楼下的通城快餐厅了啊。我还以为你要请我吃大餐呢。走。走。乐乐和吕程总算是好上了，这我还真得谢谢你哦。咱们俩什么关系呀？你还说这话？哎，要我说呀，吕程这孩子啊真不错。在事业上呢，还能帮助乐乐。将来你呀，再把你那个店的规模做大一些，你这后半辈子呀就享福吧。那梁爽呢？跟李好挺好的，两亲家见面了吧？没有，我听我们家梁爽说呀，这个李好的妈妈特精明，特厉害。哎呦，天哪，那怎么相处啊？说的是呢，我这不正犯愁呢吗？你说哪天两亲家要是约着见个面、吃个饭什么的，你说我穿什么衣服去呀？穿正装吧，就怕他觉得我巴结他。对。要说穿休闲装吧，又怕他挑剔，说我们不够重视。哎呦，对付这样的婆婆呀，真是太难伺候了。依我看啊，也别穿正装，也不要太休闲了，就穿一件让他什么也说不出的衣服，看他怎么样？哎，听你的。哎。我就给他来一个不正不邪，让他没得挑。好了，等这件事办完就没心事了。都这把岁数了，也该熬出头了。就是，就等着颐养天年了。我没有乱想，你放心吧。早点睡。明天一早还要去诊所呢。晚安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好，我是梁爽。实在不好意思，这么晚打扰你们。我希望能给我2分钟时间，让我说几句心里话。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，
我理解叔叔阿姨的心情。我知道，要你们一下子接受我跟李好的事，确实有难度。我承认，我不是一个温柔贤淑的女孩子，我也有很多毛病，而且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要改。可是李好出现以后，让我认真地考虑了这个问题。我跟李好的感情是认真的，所以我愿意为了这份感情去付出，做出努力。我也希望叔叔阿姨能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会尽力的。我想说的就这么多，请你们相信。留言时间到。哎，梁爽还没来吗？啊，该来了呀。哎，我可跟你说啊，你上次一激动跟李妈妈说的那些话，你记住啊，以后可千万不能再做这样的事情了。为什么呀？像他妈妈这种不大讲理的人，就应该以严厉的方式晓之以理。得了吧你！我还动之以情呢，你给梁爽带来多大的伤害，你自己都不知道吧？哎，没事儿，我姐没有勇气说出来的话，我替她说，这就叫替天行道。哎呦，你别吓着我，你凡事要动动脑子，别整天咋咋呼呼的，像个没长大的孩子一样。什么叫咋咋呼呼的？这叫推波助澜，你懂不懂啊你？哎呀，那你倒是往好的地方推啊！哎，梁爽，你来了，我正说你呢。哎，你给倒杯水。对，我给你来杯巧克力，让你心情好一点。谢谢。怎么啦？看你一脸乌云密布的。是吗？被看出来了。那，你喝吧。怎么样？别走啊！我们还正想听听你的建议呢。嗨，什么建议？我们现在呀，说啥都没用。关键啊是要做通李好他妈妈的思想工作，这样必须让李好自己跟他妈说。那你把李好叫出来，咱们3个人给他出出主意。不用了，他妈约了我。他妈约你？对，说要跟我谈谈。啊？那在哪里谈啊？在他家。那李好和他爸爸在场吗？不知道，他妈跟我说不让我告诉李好。嗯，还不让说？这个老太婆一定有诡异。哎，这事儿很难说结果吧？那怎么办呢？哎。我叫他来一趟。谁啊？还有谁呀？弄得我心神不宁。你让他来干什么？当面说清楚，要不然他是不会死心的。你这又何必呢？他和李好都是30来岁的人了，该干什么心里有分寸。再说了，感情的事情家长不应该插手。你看你，把我们搞得像封建家庭似的。什么叫封建家庭啊？我不插手，他能离开李好吗？现在我们儿子连家都不肯回了。哎，不是说好明天回来吃饭的吗？那是他想说服我们，到时候啊，你得站在我这边啊。你呀，干嘛一棒子把人给打死啊？哎，搞阶级斗争啊？阶级斗争？哼，医院里的事你忘了？
到底儿子的命重要，还是他的选择重要啊？好，好，好，随你吧。不过我多说一句啊，处理事情要给对方留点余地啊。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哎，那你什么时候让他来啊？好久没吃一顿踏实饭了，每天吃外卖。你要想吃踏实饭，那就找一个会做饭的老婆。那其实，那个谁呢，他们家做的饭也是蛮好吃的。谁呀？妈，你能不能不要每一次我提到梁爽的时候，就那么反感？我觉得你跟爸对她都有偏见。其实她是一个挺好的女孩，那她有很多优点的。这个我不否认。那爸，你的意思？是人就有优点，关键是优到什么点上。这什么话啊？好了好了，不要说了，把饭吃完，以后慢慢说。那还有的说了。吃完了饭赶紧走啊！把我赶走了？你不是说这2天很忙的吗？再说了，你爸的腰疼病又犯了，所以我想让他多点休息。那好吧，那我先走了。要是爸有什么问题的话，记得给我打电话啊。好了，走吧。真的走了？走吧，走吧。说走就走了？饭吃完当然走了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平时使劲留都留不住，今天怎么了？哦，还有，我怎么犯腰疼病了？那是我找个借口打发他快点走。每一次牵手的瞬间，总会有问号出现，不知用深情的左边右边。阿姨，好了，想说什么就说吧。我知道你们年轻人，心里有什么话一定要让你们说出来，否则你会不高兴的。不过呢，我做人是有原则的，我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。阿姨，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要求跟您当面谈什么，但是既然来了，我想就坦诚一点儿。我那天在电话里说的话，不知道您听见没有？我跟李好是认真的，即便您跟叔叔反对，我还是希望能有一次机会，我们会珍惜的。其实呢，之前你这些话都已经跟我说过，
我之所以愿意见你，是因为我也有话跟你说。也许你还不太清楚我们的态度。对于你们俩的事，我们的态度是坚决反对。你别急，等我把话说完。首先呢，我们的家风是很严的，所以在选择儿媳妇这件事情上，并不仅仅是李好个人喜好问题。当然，女孩子嘛，年龄大了要急着找个婆家，这点我也能够理解。可是我们李好是个男孩，我们不急，我们有的是时间和条件，慢慢的选一个合适他的。其次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那是在医院的事。你知道，现在家家户户只生一个孩子都宝贝得不得了，我们实在不愿意我们的儿子为了……为了一个女人去冒什么生命危险？这点你现在可能还不能理解，等你有了孩子，就能知道我这个做母亲的心情。我明白，我也知道，李好为我付出了很多。你知道就好，那就不用多说了。为了李好，你以后就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，因为我是坚决反对。就算你们反对，至少也该问问李好的意思吧。这事儿由不得他了。好了，该说的已经说完了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阿姨，我好好的跟你说，就希望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。我想你是个聪明人，希望以后不要再来纠缠。走吧，不送。我无法改变。哎，你怎么不打了？过来呀！你不打，我一个人怎么打两个人呢？哇！刚才好好的，绳子掉了。想为你完成所有的心愿，太多的梦想，太多的诺言，让所有悲伤在日落后终结，让我陪你继续未完的情节。就算你在天边，就算你在地面，两颗真心像风筝连着一条线，让所有快乐在日出前蔓延，让我看见你最幸福的笑颜。虽然你在天边，虽然你在地面，我们的爱要相约到永远。算了，我们分手吧。
喂，你怎么了？你手机借我。啊？手机借我。哦。拨叫的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嘿。喂，别喝了你，到底怎么了？他要和我分手了。嗨，就这事儿啊？瞧你这点出息，还心理学医生呢？你觉得这事他是真的吗？我也不知道。那开玩笑的咱不说了，如果他就算是真的，那他总有原因的吧？你有没有仔细想过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妈去找过他了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找梁爽，然后再去找我妈呀。冷静，现在大家都先冷静一下。喝2杯水吧。下午要是有人找我的话，你们安排一下，我1点有会。好的。金总，啊，来了。梁爽在吗？哦，今天请假了。请假？李浩啊，你们的事儿我大概知道了一些，你不介意我多说几句吧？您说。作为梁爽的领导，我希望你把这件事处理好，别影响他工作。作为梁爽的朋友呢，这么多年了，他怎么样，我很清楚的。不管他做错了什么，你都不要伤害他，毕竟问题在你这边嘛，啊？我想您是有点不太了解我吧？啊？你觉得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吗？您能听我说一句吗？好。我爱他，我真的很爱他。不管以后的路有多难走，我愿意用尽我的全力去给他幸福。来了。哎，李好啊。叔叔，我来找梁爽的。啊，梁爽今天呐，你让我先进去，我等一下再跟你解释，好不好？哎，李好，李好。梁爽，梁爽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要是你真的什么都不想说，没关系，反正我有很多话要说，我说你听就好。这，你知道吗？我想了一个晚上。我觉得我还是要到这边来跟你直接讲清楚比较好。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一个很会处理事情的女孩，但是这件事情，你确实是处理错了。我不知道我们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反正我只知道，我们的心不是都想着同一件事情吗？我们都为之努力。那你怎么能就这样放弃呢？这完全不像你的风格，我了解你。你从来没被压力2个字难倒过，这是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你要把所有的事情自己一个人扛着？
你现在不是已经有我了吗？你没有必要把所有的责任自己一个人背着，你可以告诉我，我也能帮你分担的。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，爱不仅仅是一种情感，还是种责任。它不只是让我们在一起，它还让我们变得比一个人的时候更有力量、更坚强，不是吗？我现在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反正你相信我，我答应你，我爸妈那边我会处理。你现在只需要做的就是不放弃。而且，你昨天给我发那条短信，我把它删了，你不许反对啊！那我走了。你跟他说。你说，你说呀。李好，有时间把你父母约出来，是时候了。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喂，哪位？哎，你好，我是梁爽的父亲，我叫梁国栋，您是？哦，我是李好的父亲李胜强。你有什么事吗？你好，你好。啊，是这样啊，我跟梁爽的妈妈呢，想请你们夫妇一起出来坐坐。您看可不可以呀？啊，是这样啊。哦，你是梁爽的父亲，你约我们出去坐坐。老梁啊，我可以这么称呼你吧？可以，可以，您说。哦，这样吧，我跟李好的妈妈商量一下，商量好了以后就给你回复，您看怎么样啊？可以，可以。我们呢，就是想出来坐一坐，聊一聊，没有别的意思。请您跟夫人解释一下。好好好，那这样吧，那您定时间吧，啊，好好，谢谢，哎，怎么说的呀？来，太好了。哎呀，几点了，你还不睡？我吵到你了吗？你开着灯，我怎么睡得着啊？那是你心里有事，睡不着觉。你说，明天到底去不去啊？不是在电话里答应人家了吗？对对对，答应人家了，那就去吧，去吧。六十而耳顺，这古话说的是有道理的。什么呀？其实我真不想去，有什么意思？其实这个女孩子，哎，李好的眼光还是不错的。什么不错啊？她好在哪儿了？你说说她好在哪儿了？应该相信自己的儿子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好了好了，我不想跟你说了，好吧？反正我是黑脸走到底了。处理事情的方式是你自己选择的，你不要将错就错呀。你不要说了呀，明天去就是。哎，明天你可不要这么霸道啊！其实呢，
我们家的态度是很明确的。原本我们是不同意李好跟你们家女儿要好的，但是事情发展成这个样子，我想我有些话还是要说清楚，免得以后有什么麻烦。我们的家境是比较特殊的，所以家规也比较严。不管谁家的女儿嫁到我们家里来，结了婚以后啊，都要辞去工作，留在家里相夫教子。不知道你们家梁爽能做到呢？这是你一厢情愿的看法，根本代表不了我。李好啊，你爸爸年纪已经大了，家里的产业总有一天你要接手。我这样要求你的妻子，难道有什么不对吗？这一次，你让我心头一凉，我一直徘徊游荡，假装没人会真正欣赏我的模样。这一次，我的眼终于明亮，曾有的一点伪装，也愿层层剥掉，有种安全感在心里回荡。只要再看你一眼，我变得更美。你拆扇我的心门，慢慢走进我秘密花园，种下第一朵玫瑰。我更加了解，我的爱绝不肤浅，太晚才遇上你的珍贵，你的未来有我陪，不浪费。